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都在膜拜一只白虎，只因你是人类实验的终极产物，也是这个巨兽世界里人类最后的希望。身上不仅有怪兽之王哥斯拉的血脉，还融合了各种远古巨兽的基因，所以人类每天都会安排数千人梳理你的毛发，而且每次都会带来超过100公斤的肉来喂养你。可这几天你突然发现自己身体里好像长出了一个东西，你平时吃饭所吸收能量都被这东西给吸走了。更糟心的是，哪怕自己每日嗷嗷大叫，那群科研人员也没有往食物不足内想，反倒是只来了几次的亨利给你带的那瓶红色药剂，喝了它能顶上好几天。可这几天亨利又不在，想跟饲养员欧文沟通，他们又听不懂，你都快饿疯了。事实上这还真不怪欧文，在他印象中，每天给你1/10体重的食物，怎么可能还吃不饱呢？最少也得吃个半饱吧。所以他根本就没往这方向想，反而是觉得某种其他的东西干扰了你的情绪。而此刻，饿得双眼通红的你终于忍不住了，伴随着一声震天撼地的怒吼，你奋起一跃，轻松越过了那可笑的围栏，再一次的开启了逃狱。警告警告，白虎出笼，白虎出笼！伴随着红色的警报声响起，整个控制中心所有人表现的却是一脸平静。眼镜男洛瑞端着手中的咖啡，毫无紧迫感的向旁边的威迪问道：“猜一猜，这回白虎会在外面玩多久？我赌1个小时，我赌半个小时。”这真不怪此刻两人的轻松，白虎几乎是他们有史以来遇见过的最聪明以及温顺的动物，哪怕是身体不舒服了，你都会礼貌的吼上一声，吸引众人注意力，然后贴心的躺下，让他们检查。与之相比，别说是那些食肉恐龙，就算是较为温顺的三角龙，都不一定会配合他们的行动，而他们那庞大的体型，光是随便动2下都可以轻松掀翻人类。与之相比，极为安静的你就显得十分友善了。你们都在干什么？听到一声严厉的喝声传来，原本还在聊天两人立刻端坐，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犹如上课时险些被抓住小动作的学生般。而周围原本还在各干各的员工们，听到自家上司的话，放下了手机或是小玩具，全部一改原本的轻松，严肃地盯着控制屏，假装在认真工作。这一幕众生相，克莱尔清楚地看在眼里。作为打工人，他非常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哪怕他心中也对你的听话以及温顺有足够了解。这一次的出逃事件根本算不上什么，但是最起码的样子还是必须要做出来。我记得白虎身上还有安装着 GPS 定位系统，现在立刻调出来看看他现在去哪了。好的，这就开始来了。好像有点不对，眼疾手快的洛瑞连忙将信号资料发到了大屏幕上，只是看着他的行进路线不由得呆滞了。所有抬头看看屏幕的人这一刻全都惊掉了下巴。我没看错吧？没错，你没看错，我也没看错。法克，真不怪此刻的洛瑞开始爆粗口了，因为在众人的目光中，一个红色光点正在以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狂飙着。更夸张的是，这个红点的奔跑区域是在森林之中，就连奔行路线还是一条笔直的直线。看到这里的克莱尔也发现了不对，但已经适应其运营主管身份的他依然保持了冷静，并开始分配任务，立刻调出沿途所有的监控录像。我要看到现在白虎的具体情况，另外通知他行进方向上所有的工作人员把人员迁移走，还有尽量通过电信号驱逐那些沿路的恐龙，防止他们发生接触。随着克莱尔开始有条不紊的发布命令，原本还有些紧张的大厅也重新陷入了嘈杂的键盘声，往日里十分厌恶的声音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悦耳。吴博士呢？我需要跟他谈一谈。克莱尔朝着一旁的女助手开始问道。对于白虎的事情，他了解并不多，只知道对方是最新研发出来的融合生物，甚至你感觉欧文了解的都比自己多，毕竟他是运营主管，又不是养殖总管，对那些生物政治说是了解，但是距离精通差远了。吴博士接到一封电话，说是要去芝加哥一趟，回来差不多要在1个月后。该死！听了这个不妙的消息，克莱尔的脸色有些难看，稍微用力地捶了一下手心。他现在开始埋怨那些工人修墙怎么修得这么慢。早在你第一次出逃的时候，众人就考虑到了老虎的跳跃能力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夸张，因此他们决定打造一堵高达30英尺高的围墙，用于困住眼前那只近5米长的巨虎，甚至考虑到对方的生长速度，这还仅是第一阶段。第2阶段的墙壁高度是50英尺，结果4个月过去了，围墙现在也就只有区区25英尺高。那群工人天天严格遵守8小时工作制，一到点就下班，让他根本无话可说。要是东大来的，那2个月就能修好。通知管控组派出追捕小队，带上装备把他带回来。我们曾经做到过一次，还记得吗？这只不过是又一次重复的预练罢了。克莱尔口中说着连自己都有些不相信的话。当初带回一只300公斤的虎王和现在3吨的虎形怪物完全是2码事好吗？不过你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能够发挥正常水平，以及你还像之前一样温顺听话。想到这里，克莱尔就无比头疼，很究竟是让他谁看着对方的？打电话给我们的顶级饲养员，问一问他到底是怎么看管我们的宝贝的。不用打电话，我已经来了。伴随着声音响起，欧文带着戴维斯旁若无人的走了进来。原本还想阻拦一下的黑衣人保镖，看着眼前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光头壮汉，不由得后退了2步。不过克莱尔可是丝毫不逊，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整个人迎了上去。我想知道我们的大饲养家究竟是怎么看管好我们的宝贝的。现在克莱尔的发难，欧文也是满肚子的怨气。那我更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老虎可以长到16英尺长，甚至还给他加了个远东巨虎的称号。而且你知道吗？他当着我的面跳出25英尺的高度，如果不是他性格温顺并对人类毫无兴趣的话，我敢保证现场一个工作人员都活不下来。听到欧文的对，克莱尔自知理亏，但是他也是受害者好吗？他自己也不知道吴博士到底加了什么基因进去，这些你应该去问吴博士，而不是来问我。那吴博士人呢？原本对那位和蔼的亚裔还有些许好感的欧文，现在只觉得对方是个疯子，什么鬼东西都敢往里头加。好吧，各位先生女士们，我们已经调到了摄像信号，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洛瑞的话打破了2人之间的沉默，双方也适当的下了台阶，开始将目光转回大屏幕上。透过原本安装在树上的一些摄像头，总能明显的看出，整个森林被硬生生撞出一个巨大的过头，那场面显得触目惊心。许多原本相互交叉生长枝繁叶茂的巨树，此刻直接发生了惨烈的错位，粗壮的树干断裂之处参差不齐，断口处木屑纷飞，仿佛是被什么威力无比的重型推土机蛮横的压过一般。那些断裂的树干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繁茂的枝叶也变得凌乱不堪。原本安静自然的森林生态瞬间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狼藉和破败。地上的泥土被翻搅得乱七八糟，大大小小的石块散落其间，空气中弥漫着树木断裂和泥土翻动所产生的浓郁气息。这都是他干的。欧文有些难以相信，在他接触白虎这段时间里头，他清楚的明白对方可是遇到一根小树苗都会友善的避过去，仿佛伤害到任何幼小生命都是一种罪，哪像现在这样，仿佛瞎了一般，横冲
冲直撞的。我想是的。克莱尔双手轻轻捂住嘴唇，压抑着有些想要惊叹的喉咙。我甚至觉得这像是一头发狂的万龙经过。看看那个吧。随着戴维斯的发言，三人的目光转向屏幕中侧旁的一棵倒塌巨树。根据现场残留物的代换，那棵倒下的巨树应该都已经有2英尺了。可按照其倒下的方向，就仿佛被什么庞然大物凶狠撞开一般。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碳基生命体能做出的事情。而伴随着画面的翻转，众人的世界很快就冲出森林，来到了草原。只是看着眼前的一幕，所有人都不由得惊呼出声：“我的天哪！”你此刻只觉得浑身难受，那种不适感仿佛无数只小虫在身体里肆意爬行，从皮肤到肌肉，再到骨头，无一处不被侵扰。身体的肌肉酸痛无比，仿佛刚刚进行过一段疯狂的剧烈运动，沉重的好似灌了铅，每动一下都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但是这种感觉又与自己现在奔走如风的速度完全相反，并且伴随着自己的加速，他感觉自己愈发的畅快，就仿佛是从来没有奔跑过的残疾人第一次迈动他的双腿，开始拥抱着属于他的一切。其实比起浑身上下的那种酥麻，你行清晰的感觉自己的身体骨骼正在咯吱作响，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断开一般，那才是真正植入心扉的疼痛。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你的肚子里那块奇怪的瘤子正在疯狂的跳动着，你感觉其速度甚至比自己心脏跳得还快。从那里你能感受到一种全身上下都渴望能量的冲动。我要干饭。早在亨利出现那一刻，以及自己现在的体型，他也理所当然地推断出了自己同样属于基因融合生物，只不过他对自己的基因谱根本一无所知。而现在自己的这种异常反应应该就来自他所加入的未知基因。自从与欧文接触过后，他的身体依然保持着之前的生长速度，直接长到了现在六亲不认的地步。更巧的是，他发现自己好像也能像暴虐霸王龙那样开启热感应以及光学迷彩，甚至他还觉得自己体表条纹可以伴随自己的意念发光。咋的？萤火虫啊！不过现在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快饿疯了。在他的热视线中，南方有一大堆自带高温的庞大物体，很明显是恐龙，已经没有管对方的体型以及数量了。现在他只想直接整死一头，吃肉喝血。终于在自己所能控制的速度极限下，仅用了3-4分钟左右吧，他就来到了大草原上。猫科动物最优秀的便是它的潜伏力以及爆发力，那独树一帜的超长犬齿以及强大的咬合力，让它成为大自然中最恐怖的猎手。一冲出来，你便撞上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只三角龙，大约3米多高，7-8米长，再搭配上那巨大如铠甲般的头部吧，以及2根头顶的巨角，外加中间的短角，简直就是一辆重装坦克。而看着眼前突然蹦出的你，三角龙也吓了一跳，但很快就淡定了下来。10吨重的体重，外加它庞大的身躯，给予了它充足的自信。毕竟从它的视角望去，眼前的你顶多算是一只未成年的小三角龙，因此这头三角龙仅仅只是冲着你低吼了一声，并且脑袋向下，正对着你摇摆着头上的尖角，想要以此逼迫对方离开。还是那句话，老虎天生自带的矮个子，简直是太容易让对手迷惑了，尤其是这群从未见过老虎的恐龙们。而看着眼前丝毫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三角龙，你没有任何躲避或退让的意思，同时也没有发出任何吼叫，仅仅只是纵身一跃，向前一扑，这让三角龙下意识地低下脑袋，并将自身巨大的板骨耸立，因为这样会让它看上去更加的雄壮，因此逼迫其他的猎食者。只是这反倒给了你极好的机会，它在空中急速扭转身体，这对于过去因为闲来无事而运动身体的你来说轻而易举。于是原本的飞扑成了斜扑，你迅速跳到了三角龙的一侧，刚一落地，它就迅速扭转身形。猫科动物的四肢协调力在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而在你落地的一瞬间，又一次的起跳。原本双方面对面的局势变成了你从侧面猛扑三角龙的侧脖梗，而当三角龙试图重新调转方向时，你已经扑了上来。面对眼前因为低头而恰好露出的上脖梗，你猛地一口咬了下去，而感到脖梗一痛的三角龙迅速回原，想要通过自己的板盖骨将它那脆弱的脖梗重新包住，但一切都以为时已晚。你已经将对方的脖梗含在口中，并且2只巨大的虎爪左右开弓，左爪猛推试图仰头的三角龙脑袋，而右爪则稳稳地固定在三角龙的身上。此刻超过5吨的咬合力怦然爆发，哪怕是一块铁板都足以将其咬爆，更别提动物最脆弱的脖梗了。被咬断喉咙的三角龙彻底失去了力量，猛睁的眼睛还表达着死亡前的不可置信。战斗仅仅持续了不到1分钟就决出了胜负，而你也是很利索的给了对方一个痛快。他从来都不是个虐杀狂，他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伴随着三角龙的倒下，周边的恐龙迅速往远处跑走，尽力远离中间这个嗜血的家伙。而你也乐得清闲，利索的开始了开膛剖腹。他已经快饿疯了，一点前戏都不要，先啃一条腿了再说。各位，请你们记住，这一次我们的任务对象不再是4个月前的小老虎，而是一只真正的庞然大物，史前巨兽。我希望你们打起200%的精神，一边检查着手中武器的哈马达，一边冲着身边的队友们提醒着这次任务的严峻以及危险。是，他们曾经共同在一个雇佣兵军团里面服过役，他可不想因为一次行动而天人两隔。挎着手中熟悉的武器，队长坐上越野车，伴随着一声令下，众人开始出发。原本众人还有说有笑的，毕竟4个月前他们就已经跟白虎打过交道，挺好抓的，特别听话。希望这一次能跟之前一样顺利吧。没事，他一直很听话的，我休息的时候还会去看他在外面撒欢呢。放心，一只老虎而已了，才过了4个月，能长到多大呢？他们这些大老粗并不知道什么是基因实验，但他知道这里的所有生物全都是怪物，哪怕是那只看上去挺正常的老虎也是一样。停，来到 GPS 定位显示的附近区域，众人缓缓停下车，车门依次打开，他们纷纷从车上走下，双脚踩在略显崎岖的地面上。众人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装备，紧了紧背包的肩带，然后抬头望向前方有些凌乱的森林，但依然满是轻松。哈马达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示意大家准备好，便率先迈出了步伐，其他人紧跟其后，开始了徒步前进。他们的脚步声在此寂静的森林中显得格外清晰，好似这里除了他们以外再无人一狐。What the fuck！ 看到眼前被凭空出现巨大力量砸出来的巨大通道，所有人都为之一颤。我怎么感觉好像有辆重型坦克从这里碾过去？我敢保证他一定是急不可耐了。没有管队员故作轻松的打去，哈马达摸了一把地上的泥土，仅仅只是摩擦之间，他就能看出手中土壤的湿滑以及硬度，很新鲜，很凝实。自己居然还得手动摩擦2下才能将这些碎石揉开，可想而知经过这里的主人用力之大，足迹很新鲜。他就在前面，所有人再一次检查装备，出发。众人交替掩护，最终来到了森林与草地的边界。当他们冲出树林时，所有人紧张的心瞬间放松下来。该说真不愧是他们园里最听话的大猫呢。众人目光扫去，只见一只站起来接近1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此刻正盘在一座三角龙尸体旁边睡觉，伴随着呼吸声抖动的白色毛发，宛如一座呼吸着的大山。而控制中心的众人
人看着眼前和谐的一幕，也不由得放下心来。还好，仅仅是一头三角龙，还在众人的可接受范围内。等等，一头三角龙多重来着。眼尖的欧文发现了盲点，他的注意力并没有跟众人一样放在那只安稳睡觉的大猫上，他反倒发现这周围有点干净过头了，一只恐龙都没有，还有那头三角龙的骨架，干净的有些不太像话。那个成年三角龙身高大约在3至4米之间，身长6至8米，体重则在8至10吨。那么它能提供多少肉？停一下身边科研人员的叨叨，他发现这里好像所有人都是恐龙迷，当然他自己也是，所以每个人都想炫一把自己对恐龙的了解。单独此刻，欧文更关心的是此刻正在睡觉的维克，他到底吃了多少？我们找到的三角龙基因并不存在，所以我们只有他加入了一部分牛类的 DNA， 所以他的肉类占比大约是自身体重60%至70%左右。也就是说，里面那头龙可以提供接近5吨的肉，对吗？理论上讲来说是的。欧文愤怒地开始用脚踹着旁边的仪器，这让克莱尔感到很奇怪，这里随便一件仪器都很贵的好吗？而且他也搞不明白，你吃多点怎么了吗？之前我也和欧文看过那只老虎的身体数据，当时它只有2.7吨，2米高，可是现在它已经快有3米了。听着戴维斯的贴心讲解，克莱尔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吃下了相当于自身2倍体重的食物，他吃下去了，他消化了，甚至连体型也增加了，这合理吗？其实如果亨利还在的话，他还真可以拿出一个借口：水耗子，学名水老鼠。为了圆你身上的谎，亨利其实已经将大自然中在各个行业里领军的生物都给专门提前标了出来，少说几千，好吧。但是现在吴博士他不在这里，我们无法从他那了解到相关的基因图谱，但看现在的样子，他只是肚子饿了，等他吃饱了应该就会回去。克莱尔随意的说道：“一头三角龙而已，在围场内只能算得上珍贵，但也挺常见的。管控组，现在立刻将白虎带回来。”收到。得到命令后的管控组开始缓慢向前，并尽量的绕着你围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只是位于最前方的哈马达却发现那座白色小山上的紫色花纹好像在发光，甚至看上去光芒变得越来越快。没管那么多的他，准备先拿下再说，毕竟对方也可能有萤火虫的基因，不是吗？可是他仅仅只是刚拿出了麻醉枪，准备发射时，前方小山上的花纹突然加速闪耀，犹如快要爆炸的定时炸弹。所有人后退！在哈马达的惊呼之下，所有人下意识的开始向后一跳。在他们起跳的同时，位于中间的你身上的光芒已经闪至极点，只听砰的一声，发出了一道微不可见的巨大声浪。这看似毫无杀伤力的浪波以你为中心，逐渐向整个岛屿开始蔓延。波浪所过之处，所有的电力设备都发生了短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车怎么停下了？我手机也黑屏了。同样的，位于观测中心的众人看着眼前的屏幕迅速黑屏。不过好在后备电力系统重新开始运作，部分影像才逐渐转回到大屏幕上。不要慌张，不要慌张，只不过是电力设备出问题而已，我们很快就能解决。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运行后备电力。看着手忙脚乱的众人以及眼前愈发暴躁的克莱尔，欧文本想出声提醒，但是被戴维斯一拽的他看到对方给自己一个眼神，便跟着骑出去了。你想干嘛？看着火急火燎往外走的戴维斯，欧文摸不着头脑。多年来双方的默契告诉他，对方可能想搞点大的，还不明白吗？在那里我们得不到任何答案，或者是得到他们想要给我们的答案，而唯一获取答案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去找。你想做什么？做点我们会做的。看着眼前抬眉的戴维斯，欧文会心一笑，那就开干吧。而在那道波浪爆发的同时，岛屿东北部那座仿蒙古包式的巨大建筑内，位于中间培养皿内的奇异恐龙的眼睛微微抖动了一下。哈马达疯狂摁着手中的电击器，希望他能像往常一样，只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意外，但毫无反应的他摧毁了哈马达现在仅剩的一点勇气，因为现在他浑身上下都被冷汗浸湿了，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那冰冷黏腻的感觉让他十分难受。感受着眼前喷来的热浪，哈马达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着，目光惊恐地看着眼前那个朝自己打量着的巨大脑袋。他丝毫不怀疑那张血盆大口是否可以吞下自己，那超过1米的脑袋完全可以将自己整个上半身一口吞下。发来的消息不是说2米多高吗？你管这抬头就能碰到天花板的高度2米，近3米被你约成了2米多，这个多可真多呀！动物的肩高比较固定，脑袋因种族而异，老虎的脑袋与身体的比例一般1:3以下，加在一起才算体长。但在这里仅供参考，主角只是套了老虎的外壳，自己跳起来都摸不到对方肩膀，而对方低个头就可以轻松取走自己的小命。周围的队员看着眼前巨大的白色怪物，也只能勉强保持冷静，可他们那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紧张，瞳孔不自觉地收缩，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滚落，握着武器的手微微颤抖，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在草原上面对一只近3米高的巨型老虎，他们可不觉得自己2条小短腿可以跑赢对方。至于冷兵器搏杀，你就算是马赛人猎杀狮子都要7、8个才敢围攻一个呀，更别提眼前的还是老虎，一头高达3米的融合巨怪，根本就打不了一点好吗？还记得我吗？维特。哈瓦达出声想尝试套近乎，毕竟他有时候也会去看一看你，或者说整个公园没有谁不喜欢你，听话、帅气、巨大的白色猫咪，谁不喜欢呢？你看着眼前的人类，原谅他，他脸盲，在他眼中，所有外国人除了几个自己认识的明星之外，差不多都长一个样。吼！随便冲对方吼了一声，以示自己清楚了，你便慢悠悠地向着自己家的方向跑去。看着犹如一辆重型卡车的你开始有所动作，但是方向却是围场，众人也缓了下心。还好，对方还是以前听话的样子。队长，我们现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赶紧回车里去拿武器装备了。给了凑上来的一名队员一个脑瓜崩，有时候他真想翻开他们脑袋里看看到底装的什么东西。浆糊吗？甭管眼前的你究竟多么的听话，对方依然保留着可以轻易杀死他们的能力。没有武器在手，他们怎么能安心呢？走！控制中心的克莱尔看着代表你的红色光点一闪一闪的向着他原本的围栏走去，终于是缓了缓心。好了，各位，事情圆满结束。看样子维特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他现在正在回家。那个，我这边好像有点异常现象，又怎么了？克塞尔无奈的转过来，他感觉这2天自己累得快疯了，整天一惊一乍的。你已经准备回笼了，还能有什么事？我这里显示有很多恐龙的生命检测信号发出了警报，它们都存在生命危险。根据这一路上的警报方向看来，最终会和维特行进路线碰上。摄像信号呢？我正在调。Oh shit！ 敲了大半天键盘，可是却什么都没有，只浮现出不断杂音的紊乱信息的洛瑞最后一次很拍
开了眼前的键盘，之前那个奇怪信号把那些监控器全部都摧毁了。发消息告诉管控组，全副戒备，如果遇到异常因素，立即抓捕。茂密的山林中，一只巨大的白色老虎正悠哉地散着步，位于其后的2辆人类越野车反倒像是夹道欢送一般，紧紧跟在其后。听着控制中心传来的消息，队长看着眼前可以将脑袋架在越野车上睡觉的你，只觉得那边纯属下担心，谁能够得了这么大一只老虎？他甚至感觉就是霸王龙来了都得趴下。你四肢上的腱子肉实在是太具冲击力了，而你完全没有管身后跟着他的人类。他还在默默感受着自己身体的情况。吃了一顿饭后，他感觉自己肚子里那颗奇怪的结晶好像更凝实了，好像是吃饱能量正在休整吧。至于自己睡觉时所散发出的那道奇怪波浪，他有印象，但是那印象更像是自己打了个喷嚏。至于效果怎么样，不知道。现在的他只想回到自己小窝里，先睡上2觉再说。至于人类那边，他真没啥想法，不就是一头3角龙吗？他当时在草场看到了一大堆呢。像他这样的老虎肯定也是融合生物，不说别的，至少得跟暴虐霸王龙一个级别吧。而他之前表达出的善意，再加上自己本身的价值，难道还比不上一头3角龙吗？想到这里，自认自己珍贵的你更加有恃无恐了。只要他不去伤害人类，那他在这个公园里完全可以横着走。突然，你停下了脚步，看着眼前被自己撞开的巨大树木，这个好像之前奔跑时胳膊肘不小心蹭到的。现在他再将胳膊对上去比一下，他好像又长了好多。看着自己那白底紫纹的虎爪，又对比了一下身后侧的越野车，他感觉自己一巴掌比越野车的前盖板还大，就是不知道他现在还能否继续生长。他现在应该只有1岁多，而老虎好像是3、4岁才算成年。又来了。你随便找了棵较为粗壮的大树，然后身侧下弯，将背部或者说是肩头那一块在树上磨蹭起来，舒服了。自从吃饱过后，你感觉自己肩膀越来越痒，而且那种痒并不是皮表的，而是皮内直击骨头上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痒，总不可能长出一对翅膀吧？但是最起码的空气动力学总得遵守吧？别看那么多人都说如虎添翼，仿佛老虎只要插着翅膀就无敌了，但是真实情况是老虎现有的体型在大自然当中已经足以称霸，如果再加上1对翅膀的话，每天要消耗的食物更是数不胜数。鸟类为了用自己的翅膀带自己飞上蓝天，可以说是想尽办法的削减体重，甚至连肠道都变得无法留住排泄物，吃下去后直接拉。所以说长出1双翅膀对于现在的你来说，除了长得好看，什么用都没有，能不能飞都不一定。他可不想成为一只走地鸡。可位于你身后的众人看着眼前的巨虎蹭着那棵接近3英尺的巨树，伴随着你的摩擦发出滋滋的不堪重负的声音，那一裂痕是认真的吗？终于，你感到背上的酥麻逐渐削减，这才放过了眼前这棵可怜的小树。一虎多人的队伍就这么继续向前，但你感觉到了不对劲，很不对劲。他为毛感觉位于他的右边好像有一个热感应信号，而且还在朝他这里飞速接近。很快，他就感觉那个热感应距离自己顶多500米左右，而你也调转虎头，直视着前方，身体下压，四肢紧绷。注意到你不对劲的哈马达也停下了车辆。从你的一系列表现来看，周边有能威胁到他的生物。队长，准备战斗，拿上那些还能用的装备。那看上去较短的嘴唇，搭配上那怪异的眼睛，看上去甚至觉得有那么像人类，简直就是恐怖谷效应。这么一想，克莱尔感觉自己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立即派出2队前往支援。允许携带致命性武器吗？听着手下人的询问，克莱尔有些拿捏不准，他自己也不确定这次的融合生物究竟是否珍贵。他做主管时也没有人跟他讲过公园的变种有这么多，所以他也不敢保证这东西到底是不是珍贵财产。准许携带，但是非必要时刻绝对不准杀死他。克莱尔无比纠结，无论是身为主管的责任还是普通人的生命，他都难以做出抉择。最终，他只能寄希望于对方能像你一样乖乖听话了。在众人商讨这位不速之客的同时，战斗已经打响。看着眼前出现的怪异恐龙，你已经打好了12分的精神。原本他还尝试着跟对方交流，要是他体内也有对方的基因呢？就像暴虐霸王龙跟迅猛龙一样，能不打架还是别打了。可是他刚一开口，原本看上去还算冷静的怪异恐龙就立刻张嘴嘶吼着冲了过来。对方已经发起进攻了，他还能咋办？上去干吧！他不喜欢打，又不是不敢打。2只庞然大物迅猛地撞在一起，两者相触的一瞬间，带起一阵狂风呼啸，吹得周围的尘土飞扬，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经过最初的碰撞，已经察觉出对方的力量远在自己之下的你迅速脱离战场，而这时你却毫不意外地发现，哪怕他们俩的肩高差不多，但对方高耸起来的脖子让对方脑袋看上去就比自己要高出1拳。不过高有个屁用啊！看着那头蝎龙又冲了过来，你起身站起，使用了老虎的绝招喵喵拳，站起身后，超过5米的体型让你看上去仿若一个庞然大物，甚至他的虎爪还要专门下拉一点才能够够到对方的脑袋。超过20吨的掌力挥起，左一下右一下，直接打得前面这头怪龙摸不着北。但是打着打着，你发现了不对劲了，毕竟他已经占据优势，光靠硬实力就能拿下对方，那干嘛还要冒险呢？稳中求胜即可。而因为躲闪及时，你险之又险地躲过了这背后发凉的一击。他甚至感觉自己的毛发已经蹭到了那个奇怪的东西。重新稳定身体后，你将目光放在勉强站起身的天蝎霸王龙身上，这时他才发现那个试图袭击自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一条宛如蝎子般全是倒刺的尾巴蠢蠢欲动，光着看着都觉得上面充满了剧毒。事实同样如此，随便一次都可以毒死1头万龙。重新爬起来的天蝎霸王龙看着眼前轻松将自己打翻在地的敌人，如果不是之前紧要关头挥动尾巴的话，他可能就栽了。这让过去自认无敌的他害怕的不由得开始后退。看着缓缓后退的天蝎霸王龙，你还以为对方应该是害怕了，准备离开，但是在对方没有离开自己视线之前，他依然紧绷着肌肉。他并没有想上去跟对方拼个你死我活的冲动，没有意义。干这个干嘛呢？他是来当珍稀保护动物的，又不是来跟人家玩命的。吼，对，就这样，滚犊子吧，别来打扰我。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自己口中说的话，你咆哮着，对他来说这差不多就像是在路边跟人打架临走时放狠话而已。而看着准备退走的天蝎霸王龙，周边全部武装人类仿佛来劲了，竟然默默地围了上去。位于他们身边的你看得一清二楚，甚至还有个人已经拿起了抓捕器，准备喷射巨网。这群人2逼吧，自己能打赢又不意味着他们能打赢，而且看他们之前的那些电棍全坏了，当对方是头牛啊，还拿个套索杆子。而当这群人类慢慢向前，就快要进入手中武器最佳射击范围时，天蝎霸王龙不知发生了什么刺激，或许是被你的吼叫声激怒了吧，又或许是被那群人类的举动吓到了吧，居然又一次发出了怒吼，并开始了冲锋。这让原本想放松下来的你心中也升起怒气，放你一条生路你还不珍惜，给你脸了是不是？迈着自己早已准备就绪的4肢，只能说真不愧是他们这里最聪明且最坏的动物。好的，实验结果出来了，各位请看。看着新鲜出炉的各项数据，说有人早已屡见不惊，
肩高2632毫米，体长5174毫米，尾长2893毫米。最后就是令人最关心的体重问题，毕竟对野生动物来说，体重是它们占据食物链位置的必要因素。无论你是力量型还是敏捷型，一切的一切最后都要靠体重的硬实力说话。只是看着检测出来的信息，克莱尔眼神低沉，又看了一眼还在打着哈欠的你，带着一丝丝的不确定说道：“我们的秤是不是坏了？”“没有，我们用了3个秤，换算出来的结果都一个样。”克莱尔一拍脑门，他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报了。难不成说自家的老虎去外面啃了一只相当于这身体3倍的三角龙，回来之后体重翻倍，但是从外表看体型才大了那么一点，这正常吗？又一联想到那只死在中途的混合恐龙，到现在都查不出对方的出处，只能根据对方身上所带着的融合基因实验来判断，应该是亨利的作品，并且时间可能还在暴虐霸王龙之前。而且经过研究，众人还发现对方身体那些带刺部位全都沾有剧毒，尤其是其尾部上的尖刺，初步估计只需1针便可以直接毒翻1头万龙。不过好在，或许是因为铭刻于基因的厮杀经验，你从头到尾都没碰对方刺一下，反而是以极快的速度秒杀了对方。正当克莱尔将心中的烦躁压下时，却看到欧文与戴维斯不知何时出现，并且正在围绕着你观察着。欧文听到喊声的欧文无奈地回过头，旁边的戴维斯给了个好运的眼神，来到克莱尔面前，看着眼前女强人的气场，他当初到底是怎么跟对方看上眼的？暂且不提克莱尔与欧文这对冤家之间的爱恨情仇，正在接受旁边工作人员梳毛的你正一脸满足地趴在地上，甚至整个身子都侧躺着。他总算知道为什么那些猫咪都喜欢被人挠了，好舒服啊！原本因为战斗而紧绷着的毛发在此刻全部舒展开来，重新变得柔顺且绵长。而看着眼前毛茸茸长、可爱又温顺的大糯米团子，也有人试探性的用手抓了一把，真舒服。只是远处的戴维斯想起自己与欧文所发现的资料，哪怕眼前的最后表现得如小羊羔一般温顺，却依然不敢向前伸手触摸。而你看着眼前的光头壮汉，内心毫无波澜。他记得对方演过很多片子，尤其是开车特别溜，徒手拉直升机那一幕实在是令人记忆犹新。但是既然欧文都可以出现，那加个戴维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又干扰不到自己，总不可能对方飙车飙到侏罗纪公园里吧？你换了个方向，继续躺着，享受着身旁人的细心照料，这才叫生活啊！芝加哥，亨利随意地坐着，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放松的姿态，他的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一只脚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轻轻地晃动着。他的脸上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眼神中透着几分悠然自得。此时的他似乎正在享受着片刻的宁静，思绪也在这静谧中自由飘荡。左手抚摸着自己的黑色文件包，此刻他感觉自己好极了。还有什么比自己在自己最热爱的领域里做出杰出成就更令人感到欢愉的呢？哇哇哇！真是欢迎吴博士你的到来，真是让在下蓬荜生辉啊！一位看上去面容俊朗的棕金色头发男子笑呵呵地走了过来。我是布莱特·怀登，同时也是基因能量公司的负责人。你好。亨利接过对方递来的友善之手，并指正了他之前语句上的错误。首先在我们东方，那一般称作为蓬荜生辉，哈哈，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笑呵呵的布莱特完全没有在意自己的错误，反而是直接迎着对方前往会展厅。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先生们、女士们。不过鉴于布莱特总裁的邀请，我特地来推荐一项计划——狂暴计划。亨利淡定地站在台上，向着下方无数的西装革履的总裁们开始推荐。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是信手拈来了。接下来，请你们先看一看我的个人成果。说着，大屏幕上便放起了一段记载着恐龙进食以及捕猎的视频。对众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稀奇的。身为各个行业的精英人员，他们早就已经领略过侏罗纪公园的一切，很震惊，很惊讶，但对他们来说，只能称得上不错。跟动物园比起来，更多的是新鲜感。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吴博士，我们想知道一些更特殊的东西。好的，没问题，我已经将一切放在了最后面。回应了下台人的提问，亨利也不再磨蹭，直接快进到了最后。伴随着展现出的一份份资料及影像资料，众人也逐渐认真起来。暴虐霸王龙，它包含着14种不同动物的基因，这些基因可以帮助它在各个领域里达到极致。经过我们预估，当它达到极限后，身高将会达到6.7米，体长可以达到16.9米，体重更是可以接近20吨。因为它拥有恐恶的基因，所以它的牙齿全部都长露在外面，参差不齐，看起来十分恐怖，但绝对对得起它表现出的杀伤力。它大约拥有74颗牙齿，又因为蝮蛇的基因，所以它的嘴巴可以张开至120度进行咬合；又因为其拥有着乌贼以及树蛙的基因，所以它可以改变自身的体色，轻松融入到各种环境之中。灵长类的基因可以使其的手臂远超长类恐龙，甚至必要时刻可以做到4肢行走，类似于人类的手掌可以让它进行有效的抓握。最重要的是，因为蝮蛇的基因，所以它可以通过热感应来追踪敌人，同时它也可以改变自身的体温，降低自身体表的热辐射，从而隐瞒一切的热感应没被。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它巨大的体型，所以它的奔跑速度并不突出，但依然可以达到50公里每小时。而且因为独特的身体结构以及牛龙以及迅猛的基因，可以使它双腿爆发出更强的力量，并且进行长途突袭。而且这还不是我们目前所追求的，我们真正追求的是更小型、更致命、更聪明的物种。听到亨利的一系列讲解，下面众人的情绪也被推至高潮，而布莱登也适时上台。我希望各位清楚，此刻我们已经投入了数百亿美金，在外太空建造了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可以在里面进行任何我们可以的基因实验，并且有了亨利伍的加入，我相信我们一定要走在世界的前列。想想吧，各位，现在我们需要多少钱才可以养出一名合格的士兵？光是他们那一身装备就需要数万美元，而现在我们仅仅只需要用一点点基因技术，便可以创造出一支致命隐蔽的杀手。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抚恤金。谈到这里，布莱特本人还打趣了一下如今的军队，这也让众人轰轰一笑。当然，我们加入，放心吧，各位，我们一定会令大家都感到物超所值。在东方出生的阳光照耀下，一只毛色洁白如雪的巨虎正在纵情地吼叫着，那金色的阳光为它披上了一层璀璨的光辉，使得它那原本就威风凛凛的身姿更加耀眼夺目。你昂首挺胸，张开血盆大口，发出的吼叫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撼动，声波在空气中激荡，惊得附近的飞鸟扑棱着翅膀四散逃离，就连位于几公里外尚在围场中的食肉牛龙都惊得发出吼叫。你那赤金色的眼眸中仿佛燃烧着狂野的火焰，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经历过每日清晨一吼后，你整个身子悠闲地躺下，开始享受起今天人类的时候。很快，伴随着吼声响起，大门拉开，一辆辆小车鱼贯而入，从中出现数名身穿大褂口罩的工作人员，手中还抓着各式各样的刷子以及毛巾。你早早地来到自己的王座之前躺好，而周边的人员也开始了自己每日的工作。白色巨虎缓缓抬起了自己
那宛如小山丘般的巨大脑袋，尽量放松四肢，仿若是在说我已经好了。周边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迅速跟上，他们手中拿着柔软的毛刷，动作轻柔而熟练地开始为巨虎洗洁毛发。毛刷轻轻拂过白虎那洁白如雪的厚实毛发，这真是太爽了。他觉得要是这样生活的话，能一辈子这么过下去。有时候我居然在想，我下辈子要不也当一只老虎算了，居然可以过得这么爽。戴维斯看着下方陷入睡眠的你，满眼羡慕，但也就那样了。人类的乐趣可不是仅仅这样的生活可以满足的。戴维斯，乔纳斯那边怎么样？回消息了吗？刚结束完与迅猛龙的亲密接触，欧文就马不停蹄地赶来照顾他的另一个好宝贝的。但很明显，看着对方悠闲以及整齐划一的工作人员，他觉得他自己这个饲养员完全就是多余的。不过，为了防止对方出什么意外，他还是暂时拜托戴维斯替自己看住对方。而财大气粗的公园也是临时聘请了戴维斯作为你的安全顾问。消息到现在还没回呢，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直接把电话打给你。我们俩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叮铃铃，说曹操。曹操到。两人闲聊期间，欧文的手机就发出了震动。维特，吴博士找你。正在沉眠期间的你听到一阵温暖的触摸声，睁开眼看才发现是安妮正在用力敲打着自己的脑袋，但是对方的那点力量在自己这比起来就跟触摸没什么两样。于是他缓缓站起身，犹如山峰挺立。而安妮看着光是大腿都比自己高的庞然大物，哪怕他深知对方的习性，也不由得开始后退。哦，随便应了一声，表示自己清楚的你就开始向着大门方向走去。看着如此听话的你，安妮也只能无奈的摇了摇头，暗自感叹对方跟吴博士的关系可真好啊。另一边，正在对着电脑屏幕思索着什么的亨利，吴听到实验室外传来的动静，他按下桌上一个按钮，大门打开，一头超过了1层楼的巨兽缓缓进入。其实，为了更近距离的照顾你，从芝加哥回来后，亨利完全没有在意他的1号试验品天蝎霸王龙被你击杀的事，甚至在观看视频时还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喝彩声，一击毙命。要知道，在亨利的心中，天蝎霸王龙的实力可是完全不在暴虐霸王龙之下，浑身带毒的尖刺足以让任何一个第一次遇见他的对手喝上一壶，甚至还能补足现在巨大体型下自己所需的能量。很快就是他品味亨利成果的时候，一人一虎心思各异的情况下，傍晚，基因能量公司的安全主管希望把恐龙改造为武器的军事狂魔维克多·霍斯金斯来到了实验基地。霍斯金斯是个头发花白、略有发福的中年男人，留着一圈修剪得当的胡子。此刻的他躲在安全的玻璃背后，看着游荡于那围场之中的白色巨物。因为融合基因的优势，此刻的暴虐霸王龙的体型已经增长到了15米长，已经是整个岛上当之无愧的最大肉食性恐龙。苍龙不算恐龙，再搭配对方那层出不穷的基因能力，简直是绝佳的战争兵器。对此他也是无比的满意。亨利，无不置可否，神色淡淡的说道：“接下来去检查另一个对象。”霍斯金斯期待的点头。十几分钟后，场景从有着高大围墙的大型培育基地来到了一处更加巨大的围栏。原本霍斯金斯看着比暴虐霸王龙所处还要巨大的环境，直接认为对方一定是一个顶级掠食者。可是霍斯金斯与亨利看了下方躺在王座上仿若老大爷一样一动不动，只会接受人类饲养的白色大猫，嘴角微抽。这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啊！他根本看不出对方有任何的活力和生气。融合实验失败了，他与那些老虎与狮子杂交所爱的虎狮兽一样，体型的确在迅速增长，甚至未来他可能长得比暴虐霸王龙还要巨大。但是他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就连平时最基本的走路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那这音乐是怎么回事？听着耳边传来的劲爆的音乐，尤其是那猖狂的歌词，这不就是 Booty Music 吗？他喜欢这个音乐，当时我们让他自己挑选，他就专门听了这个音乐，还不停地摇头晃脑。听着亨利一本正经的解释，霍斯金斯重新将目光扫向下方连吃饭都要人类帮忙的你，最终只落下一个评价：他不合格。博士，希望你接下来能制造出更多像暴虐霸王龙那般的恐龙。吴博士淡然说道：“我当然会继续研究与制造，但要造出暴虐霸王龙这般的猛兽，成本是很高的。在成功搞到一批新的经费后，亨利来到下方你身侧，目送着霍斯金斯离开的背影。啊，你转过头对吴博士叫了一声，意思是老吴，快去研究红色药剂，我饿了。他还等着开饭。不是检查药剂的质量了。而亨利明显也看出了他的意思，重新回到了实验基地，转头就投入了忙碌的工作当中。时间来到第2天早晨，侏罗纪公园新的一天，又是一辆载满了客人的列车驶入了公园大门。扎克和格雷这对年轻的兄弟俩就在这批游客当中，他们的姨妈正是侏罗纪公园的运营主管克莱尔女士，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妈妈会送他们来侏罗纪公园游玩。当兄弟俩一个满脸无聊，一个一脸兴奋的在公园里玩耍参观的时候，侏罗纪世界1的剧情正式开始了。扎克和格雷的妈妈原本想让他的妹妹克莱尔带领兄弟俩游玩，但此时的克莱尔很忙，于是只叫了他的助理扎拉去陪伴2个侄子，他自己则在向投资人介绍着公园的情况。自从琥珀中蚊子体内的恐龙血被提取克隆到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是在有恐龙真实存在的环境中长大的。恐龙的逐渐普遍，让投资人不由质疑起侏罗纪公园的潜力。克莱尔则用暴虐霸王龙的概念说服了投资人们。在侏罗纪公园的运营者们看来，要想持续的吸引游客，他们就必须要研发更大更凶猛的恐龙，带给人们更多的刺激与兴奋。在投资人们满意的离去后，克莱尔去控制室走了一趟，了解了一下近期有恐龙冲破围栏离开的情况。当然，食草恐龙冲破围栏在这里只是一件很快就能处理完的小事。白虎今天能动吗？可以，他今天很兴奋。好，那就让他出发。自从你上岛之后，整个公园的安全系数极大的增加，就没有恐龙未被你那张巨大的虎掌打过。这种小型磁力场只会扰乱以他身体为中心，半径不超过10米的电子设备。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给体表毛发输入更多的能量，到时候范围更大，威力更强。至于具体多大，还没试过不知道。最牛逼的是他发现他可以轻松掌控这样的威力，可以对信号进行干扰，而不是直接干废电器。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这一切全都是他一个人琢磨出来的。这还一度让控制中心的人员怀疑是不是自己设备出问题，反倒是亨利看到这一切若有所思，最终提议解除你体内的追踪器。毕竟你可是整个公园里最令人感到放心的生物。而习
习惯是很可怕的。就比如现在，早已经对游客区一切路径了如指掌的你，开始轻松穿梭于各个围栏之间。他根本不需要去跟人群挤在一块，他只需要随便找到一处围栏里的空地，然后跳过去就可以了。甚至凭借这一招，他有时候甚至会跑去霸王龙的围栏里面，看着对方吃饭。这只霸王龙是侏罗纪公园的元老级恐龙，年龄已经很大了，身上伤痕斑斑，却丝毫不影响它的健壮与凶猛。可以说，整个侏罗纪世界观中，除了人类的亨利无外，另一位绝对女主角就是眼前这头霸王龙老奶奶 Rex。他记得对方好像是1988年出生的，那从现在开始算，应该只有26岁。在恐龙中年龄算大吗？反正他记得对方后面跟暴虐霸王龙单挑的时候，开头一直摁着对方打。霸王龙巨大脑袋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只可惜自身硬件太差劲。暴虐霸王龙不讲武德啊，那2只超长的手腕都可以去跟镰刀龙掰腕子。与之相比，后面跟南方巨兽龙打架那一段，那才是真正的老啊，差点被打死了。或许是抱着看明星的心态吧，你隔3差5的就会蹦到这里静静的看着对方。只是不知道为啥见面见多了之后，他脑子突然浮现了一大堆各种各样干掉对方的办法。将脑海中这些奇怪的想法扔出去后，你也发现一个自身的优势：4肢行走加上腰部力量强大的他，完全可以轻松将任何兽脚类恐龙掀翻在地。猫咪玩过肩摔那可是一流，而像兽脚类恐龙这种头重脚轻的对手，简直是绝佳的过肩摔对象。而一旦猎物倒地，那就注定了老虎的胜利了，毫无悬念的。不过来的次数多了，虽然他万分小心，可还是有一回被对方发现了。不过好在当时已经临近半夜，并没有什么客人，于是他直接显露身影，跟对方打了一架。至于结果嘛，肯定是他赢了呀。他甚至不需要认真起来，只需站起来甩动自己的喵喵拳，就足以将对方打得还不了口。而前肢短小的霸王龙在他眼里，甚至都没有天蝎霸王龙有威胁。每一次的试图冲锋，在你看来，只不过是对方送过来个巨大的脑袋当靶子。挨了无数次教训后的霸王龙终于发现，你这家伙只不过是个不到2岁的娃娃。可偏偏这个奇怪的娃娃体型根本不在自己之下，力量更是远在自己身上。不过他也能看出对方对自己根本就没有威胁，看到更像是小孩子的戏梦。于是之后每一次你找他麻烦，他都懒得搭理。在温和巨兽宠物动物园，他没有接近拥挤的人群，而是几下就快速地爬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自上而下俯瞰全局。很快他就找到了扎克与格雷这对兄弟俩，电影中的重要角色。此时的格雷正满脸兴奋地踮起脚，看着园区内三角龙、四鸟龙等恐龙悠然地行走着。孩子的欢声笑语传出，在家长的陪同下，很多小孩正在与这里的恐龙亲密互动。扎克却在满脸无聊地看着手机。很快，兴奋的格雷也拉着不情愿的扎克来到了霸王龙围场，两人兴奋地看着下方霸王龙进食的场景。在13.8米长的霸王龙面前，那渺小的山羊就是一盘菜。如果对方没有束缚的话，凭借那高超的速度，或许可以将霸王龙甩在脑后。但现在他的腿被绑住了。随着霸王龙那凶猛庞大的身影从森林中出现，干脆利落地将山羊整个吞下。隔着玻璃观看的游客们发出了阵阵惊呼，兄弟俩的注意力也被转移了过去。那血腥无比的场面根本就没有吓退这个10几岁的孩子，反而是令他肾上腺素飙升。只是原本兴奋无比的格雷透过玻璃，却惊讶地发现霸王龙的身后好像有一处奇怪的空洞，那看上去就像是会移动的透明玻璃。甚至他偶然间看到了些许白紫色的身影，只是当他准备擦亮眼睛再望去时，却发现消失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你看到了吗？看到什么？扎克无奈地放下手机，听着自己弟弟的发现。我看到在霸王龙的后面有一个大东西过去了，而且它好像会变色。这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眼花了，就算是变色龙哪有那么大呀？再说了，这里可是霸王龙的围场，你觉得它会放任其他活物的存在吗？听着自己哥哥的这一番解释，格雷也只能勉强按下心中的发现，但他还是觉得对方不是自己的幻觉，甚至还可能是一个顶级掠食者。看着在草地上翻滚着的玻璃球，不知道为什么你居然感到有莫名的手痒。猫咪都喜欢玩球吗？早已开启拟态皮肤以及感应温度的他悠然自得地行走在恐龙群中，站起来超过1层楼的他敢保证现在完全可以随便就咬掉周围任何一头恐龙的脖子，哪怕是以体型著称的万龙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个起跳的事。现在他站直身子后可以强行摁住三角龙，稍微抬起个头便可以咬下迷惑龙的脖子。就他现在的体格，他敢说就算现在跟暴虐霸王龙正面干上一架，他都一点都不虚。当然了，能不打还是别打。他偏向和平主义者，骨子里的懒让他不怎么愿意动，除非是出来玩乐。后伴随着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吼笑声，整个草地都掀起了纷乱。无数的恐龙一听到这如死神般的声吼，赶忙迈动起了双腿。而位于龙群之中的两兄弟，这还有一点点懵逼，从未听过虎啸声的他们根本没有认出这声音的主人。但是根据周围恐龙的逃乱程度来看，应该是位大型掠食者。但这不对啊，在介绍时不是说这片草地只有食草恐龙吗？哪来的食肉恐龙？可很快，两兄弟也看到了引发一切的源头，那头大的不像话的巨物。坐在球体内的格雷甚至怀疑他自己就算跳起来都摸不到对方的大腿。至于扎克，更年长的他此刻已经开始疯狂摇动着手中的摇杆了。不管对方是从哪蹦出来的，但是对方口中的超过30厘米的巨大犬齿，一看就知道是吃肉的。虽然视频上面介绍说这玻璃可以挡住这子弹，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小命现场测试。可是，在无数恐龙纷乱之中，每当他们想一有所动作，都会被旁边的恐龙给撞开。无论是三角龙犹如盾牌般的头骨，或者是万龙内如墙壁般的巨型身体，哪怕是剑龙挥舞的普通尾刺，都可以将他们撞来撞去，晕头转向。而你看到这一幕，也是屁股坐下，前肢挺立，宛如一只看戏的大猫，尽情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他就喜欢看乐子。其实早在你与2个小孩玩耍之间，受到克拉尔邀请的欧文已经与他一同站在了暴虐霸王龙的围场，看着眼前被撞击出巨大裂痕的玻璃，他有些心慌。又是一只融合生物，而且还是以恐龙加动物的基因，哪怕已经有了你的先例，他那聪明的脑袋以及温顺的天性已经证明了他值得信赖。但是眼前这只新的基因融合生物，欧文依然保持着警戒，更别提此刻他的好友戴维斯已经提前一步前往芝加哥，他会去调查一下那边的具体情况。其实当他们两人发现你还是之前那个你，并没有性格上的太大变化时，他们也逐渐放下了心。对于追查其基因图谱的事情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了，甚至此刻的你已经进入了彻底的放养姿态，只要别往人多的地方乱跑，他就可以在整个公园随意移动。但是看着玻璃上的划痕，他的余光却扫到了大门上巨大的爪痕，那些狰狞的爪痕甚至还逐渐向上攀岩。看到这里，欧文内心感到了不寒而栗。你从来都没主动攻击过任何物体，
除非在自己肚子饿的情况下才跑出围栏捕杀一头三角龙。回来的路上又因为另一头特殊恐龙的进攻才痛下杀手。当时他还看过视频资料，最开始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任何试图击杀对方的想法，一直都是以老虎独有的掌力拍击防御措施，直到那条怪异的恐龙不停的试图进攻，被激怒了的你才直截了当的秒杀了对方。看到这时候他的心忍不住一跳，真不愧是猫科动物绝对的王者，大自然中最优秀的猎手。在所有人印象中，或许老虎应该是偷偷潜伏然后偷袭捕猎的存在，但他可看过一段视频，一只成年孟加拉虎直接将一头迎面撞过来的500公斤水牛轻松接住并且掀翻在地。猫科动物在大自然中的统治力可见一斑，也正因为有了那只奇怪恐龙的潜力，所以他对眼前的这次基因融合恐龙无比的戒备。而在提醒过其他人后来，欧文根本就没有进入围栏之中，一直都待在监控室内。只是接下来他实在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这么聪明，先是留下那些古怪的爪痕，吸引工作人员进入检查，而那该死的热感应系统根本屁用都没有，完全没有发挥任何用处。而不听自己警告的两人也不出意外的在围栏中遇见了一只躲起来的暴虐霸王龙。站在高处，他更是清晰的看见那道奇怪的恐龙故意放慢脚步，甚至还抓住了其中一人进行残忍的分尸。在死亡的压力以及求生的渴望下，那个胖子居然真的打开了大门，而暴虐霸王龙也通过这唯一的缺口重获自由，并且对方根本就没有你那种温和的性格，一出去就开始大开杀戒，杀光了所有的人，仅仅只有一直躲在监测室里的欧文幸免于难。在开车中的克莱尔尚且不知现在围栏里发生了什么，反倒是一直都在吐槽那堆破玻璃太不精装，安装前厂家还天天吹嘘什么是最坚硬的防弹玻璃，结果呢，随便几爪划过去都能打出裂痕。说真的，他真得考虑一些东方货了。见过了暴虐霸王龙的凶狠，他越来越喜欢你的温顺了。哪怕对方现在一巴掌可以拍扁一辆小货车，但是人家听话呀，而且不闹事，还聪明，好像眼前这个整天搞事情，尤其是那双怨恨的眼神，感觉放出去就要大开杀戒一样。而听着电话另一头控制中心不停发出的惊呼，他突然感到有种不妙的感觉，救命啊！救命啊！快放我们出去啊！救命啊！救命啊！两个孩子般的求救声响彻了整片草地，究竟是道德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呢？走近一看，发现是老虎的把戏。此刻的你已经开始上手了，直接张开他的獠牙巨口咬住面前的巨球，这对于现在高度超过4米、体长超过8米、超过一个成年人的巨大脑袋张开之下，完全可以将眼前这个小玻璃球轻松叼起，稍微增加一点力，他觉得自己都能直接咬破。但他没有这么干，当初看剧情的时候，他就怀疑这球真的能挡住子弹吗？连暴虐霸王龙的一根爪子都挡不住，不过倒是能卡下对方一颗牙。但既然暴虐霸王龙都能咬破，那他自己肯定也行了，这倒不出乎他的意料，就看自己用多大力了。看着还是涂着翻滚的逃跑的玻璃球，你直接给了他一尾巴，让其旋转，随后瞅准时机，鼓掌一拍，螺旋升天。在其下落之时，你将肩头挺起，腰肢下陷，高抬虎臀，犹如一轮弯月。下落的玻璃球找到了一条新的跑道，并且在最后冲至虎尾处，你还稍稍加了点力。就这样循环反复下，你是玩得不亦乐乎。不过这就苦了位于球内的扎克和格雷两兄弟，不过他们此刻都紧紧绑着安全带，安全倒是没有问题，感觉上更像是玩一个可以自动旋转的超级海盗船。而就在双方这么你情我愿之间，你听到一声诡异的叫声，这让他浑身一紧。不过他是照顾到了天上的玻璃球，先是稳稳举住，然后放下，这才一甩虎尾，冲进了森林之中，瞬间就不知去向。终于重获自由的两人正喘着大气，看着那老虎真的没有再管他们后，扎克没有管正在沸腾着的五脏六腑，连忙摇动操作杆，让整个球全速前进。这个时候他不想知道对方去了哪，他只想第一时间离开这里。慌不择路下，他直接钻进了一处森林围栏的破洞中。当他觉得离那只老虎足够远时，这才停止了下来。两人这才从惊魂未定中停了下来。嘿，你看，是甲龙，还有4头。感觉安全下来的扎克抚摸着自己勉强平静下来的胃部，为了缓解旁边弟弟的紧张心情，拍了拍他的肩膀，并指着前方出现的4头庞然大物说道：“之前他们在观光缆车上就看到了，只不过这回更近了。不对，我记得这里应该有5头恐龙才对，怎么可能？这里一共就4头。你看，1、2、3、4、5。”听着哥哥的数数，格雷却将指头指向了面前的玻璃盒，上面是倒映着一个巨大的恐龙脑袋。你在森林中疯狂地奔跑着，一道奇怪的声音，它不属于恐龙，也不属于动物，甚至你都感觉都不属于是活物发出的声音。一定要形容的话，感觉有点像是晾衣架旋转加上玻璃摩擦声音。但奇怪的是，一听到这种声音，他的血液就开始沸腾了，好像是来自血脉的呼唤，甚至依稀之间，他还能辨认出这声音所表达的意思。我醒了，快来！啥子意思？你醒了什么意思啊？还快来，快来给你上供啊！很快，速度拉满的你已经来到了姆布拉岛的最东边，站在山崖之上，看着下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可不想跳海里去。吼，你好！试探性的吼叫了一声，你不确定对方能不能听到，因为他感觉自己并不是用耳朵听到的，反倒是用自身的毛发。他突然想起，在人类的声音定义中被划分出了不同的频率，而人的耳朵只能接收其中一个档位，超过的叫超声波，没超过的叫次声波。至于老虎是多少，他不知道，只是他看着周边的恐龙以及眼前的主角，他们好像都没听到。也就是说，这种声音频率只有他能听见，这可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啊！难不成亨利又给他多整了几个兄弟姐妹？否则怎么解释自己一听到这声音就感觉十分的熟悉，将脑海中另一个跟自己一样的母老虎身影抛出脑海？他感觉自己有点误会了。现在的他生理上才2岁啊，站在崖边静静等待着，可许久都没有回应，传来反复之前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错觉。你原本还有些激动的心又落了下去，久久未得到呼应的你低下了高耸的脑袋，略带伤感的回头，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晓，当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带着若有若无的孤独感。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说他是老虎，谁家老虎这么大呀？说他是融合生物，他已经宰了1只了，未来还有1只可能也得宰了。双方性格差得太远了，根本交流不了。或许这也是他第一次遇见天蝎霸王龙时没有直接痛下杀手原因吧。毕竟双方也能称得上是同类，但谁能想到对方脑子不正常？如果不是因为人类灵魂自带来的乐观以及智慧在自我调节的话，你可能早就抑郁了。吼！又是一声兴奋的怒吼声从森林传来，你立马竖起耳朵，他听寻声音，好像是自己之前奔跑来的方向，而这道声音并不是自己最开始听到的那种，而是纯粹的恐龙吼叫，听上去像是食肉恐龙的咆哮声。又一想到自己碰到的2个小主角，按照剧情时间线来分析，那东西跑出来了。想到这，你慢慢加快了脚步。同样是基因融合生物，要不见个面，毕竟对方在剧情中也展现出了一定的智慧，甚至还可以直接与迅猛龙
开始沟通。虽然后面双方闹掰了，但至少交流了，不是吗？你直接省略了对方已经知晓自己的食物链地位，却仍然大开杀戒的残酷性格，或许在他看来，这就是欠揍的表现。揍趴下了，一切都妥了。能够控制武力的，只有更强的武力。而站上在玻璃球中，看着眼前的巨龙，轻而易举的便干掉了一头全副武装的甲龙的扎克和格雷两兄弟，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对方那奇怪的模样以及残酷的猎杀方式，看上去与之前遇到的巨虎完全是两码事。只是之前玻璃球因为逃离时被甲龙一记尾锤砸进了树干里，现在还卡得死死的。等到他们钻出来时，又看到那头恐怖的古怪暴龙正盯着他们。看着眼前的玻璃逐渐被对方那宛如长刀的爪子刺穿，扎克现在只想吐槽那该死的讲解员全都是假的，什么防子弹，连只恐龙的爪子都防不住啊！而在发现自己用手戳了好几下都无法戳破这个破球时，暴虐霸王龙就开始上嘴了。那长达2米的巨大脑袋张开超过120度的死亡之吻，死死地咬住了眼前的巨球，并且伴随着其不断的用力，玻璃球也开始不堪重负，开始支离破碎。而扎克和格雷两人连忙解开自己的安全带，这个时候还留在原地就是等死啊！好不容易才脱离了下来，只是他们刚一跑动，后面的暴虐霸王龙也发现了目标的逃离，直接丢掉了嘴巴上的破球。看着眼前2个宛如之前关押自己的人类幼崽，暴虐霸王龙的狭长嘴角竟露出了一丝古怪的微笑。后伴随一声巨响，从草丛中蹦出一道巨大的白色身影，将扎克、格雷两人护在其后。无论是两人还是暴虐龙，看到眼前的生物都呆住了。扎克是不敢置信眼前的你居然会就来救他们，而暴虐龙则是感到疑惑。他第一次见到浑身这么多毛的东西。他之所以这么大规模屠杀，答案很简单，他要知道自己在食物链中的地位，所以他会把自己看到的所有活物先杀一遍，评估自身实力。而经过这段时间的屠杀，他已经充分的了解到如何粗略的评估对手，就看对方的体格大不大，嘴巴上的牙多不多，手上的爪子长不长。而眼前的这团白色大猫，对方露出的牙齿中有4根看上去比自己还长，都快比得上他的爪子了。而且虽然4只匍匐在地，但他可不是那群脑袋连核桃都没有的笨恐龙，他能看出对方个头完全不在自己之下，虽然总体身长便比自己还差那么一点，不过那都是自己尾巴偏长，才显得更具优势。同时闻出对方身上流露出的煞气，暴虐霸王龙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可恶。但是经过前面的一系列屠杀，他已经知道自己在食物链中地位应该很高，而眼前的这个家伙则是评判自己是不是榜首，所以没有丝毫的犹豫。对方出现的同时，暴虐霸王龙便低吼的张开巨爪冲了上去。而看着眼前交都不交流一下就冲过来的暴虐霸王龙，你只觉得很操蛋，为什么见到迅猛龙时还会聊天，一见到自己就开干了呢？动物世界不是说同一片区域出现2位霸主级别的顶级狩猎者队，一般都是各自装腔作势，显露自己的力量，逼迫对方尽量离开呢？但是他还觉得很有道理，同级别的战斗全身而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如果你受了伤，你还怎么捕猎呢？你怎么吃饭呢？他寻思着自己的体型怎么看都像是一位顶级掠食者吧？是他看上去太好欺负了吗？这也让原本还想尝试着交流的你冷静了下来。既然对方要打，那就先打了再说。那对方知道谁才是老大，依然是那句话，他不喜欢打架，但并不代表他不会且不敢打。发出一声远超对方怒吼的吼笑，你也发起了冲锋。看着张大嘴巴低头冲过来的暴虐霸王龙，你压低身子，浑身上下每一根毛发都紧张地竖立起来。他前半生也算是个小怪兽迷吧，对于眼前的这只混血怪物，各项身体数据可以说是一清二楚。身高5.5米，体长15.9米，体重15吨，就这居然还是未成年。数据上显示，极限下的话，暴虐霸王龙身高可以达到6.7米，身长可以达到16.9米，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数据好像改了，体型缩水严重。当然极限体重还是保持在那，但是自身身长直接缩到了13.45米长。至于自己现在呢，身高4.2米，体长8.1米，再加一条4.6米长的尾巴，与其比起来毫不逊色，甚至还略有突出。至于体重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此刻的你自身与暴虐霸王龙绝对是同一级别的顶级掠食者，只不过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具有优势吧。毕竟他自从自己体内长了一颗瘤子后，他就总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当然他每天依然是把自己的肚子吃到最饱，因为这样他就能感受到有一股暖流涌向那颗瘤子，甭管那是啥。反正经历过自己出逃捕食3角龙一事后，整个侏罗纪公园也被吓到了，可以说只要自己张嘴，肉管够随便吃。这也导致他几乎每天要吃下至少5吨的食物。正因为充足的食物补给，在填饱肚子的同时，他完全有余力向体内那颗瘤子传输能量。到现在他都不确定这个瘤子到底有什么用，算不算驼峰。他曾经尝试过1个月不吃东西，然后什么事都没有，生龙活虎的。由此基础上再畅想的话，好像就理解了，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储存自己平时多余能量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在体内不是体外啊？这一反常现象反倒将喂食你的欧文和那些工作人员吓了一跳。不对，扯远了。一边应付着眼前暴虐霸王龙的埋头苦干，你左一巴掌右一巴掌，轻松就将对方玩弄于掌鼓掌之间。说真的，一开始他看电影中对方那么的灵活，就连直升机都打不中，开头打中的几颗都没造成重伤，他还以为对方一定很厉害。可看着眼前暴虐霸王龙与霸王龙截然相同的攻击方式，对方每一次的撕咬都被自己灵敏的巴掌拍向一边。啪！略微感到不耐烦的你也开始增加力量，直接将对方拍的整个身子都不由得转起了圈。不过对方也顺势开始转身挥舞那条巨大的尾巴，试图还以颜色，只可惜没用。拍完这一巴掌，你一看对方试图蓄力猛击，早就已经跳到一旁。两者间的战斗对你来说，反倒更像是玩耍。你记得自己好像在哪里听过一种说法，说是老虎可以挑战自身4倍的敌人，而两者间的战斗，或许在下面的俩兄弟看来十分的激烈，双方你来我往，一只暴虐龙试图撕咬都被你一巴掌拍了回去，除了表现出虚张声势外，根本毫无作用。强壮的后肢猛然用力，借着腰部力量，你直接整个身子站了起来，瞬间原本处于弱势的你直接身高翻倍，暴虐霸王龙仅剩的一点身高优势瞬间被碾压，这也让原本就虚张声势的暴虐霸王龙心虚的慢慢后退，看着对方轻松俯视着自己，不得不承认，一直无法无天，他在此刻居然开始害怕了，因为刚才对波那远远超过自己的牙口，完全有能力咬断自己的喉咙。还想被我教育一顿吗？你等着！撂下一句狠话后，暴虐霸王龙头也不回地窜进了丛林中，而你也重新落回地面。他没有追赶，也没有试图交流了，上一秒把对方打得跟孙子一样，下一秒和对方说交朋友，傻子都能看出有问题。而且对方这种好战嗜血的本性让他不由得降低好感。至于之前交朋友的心思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在直接淡了。看着全程处于下风，最后只敢放点狠话的暴虐霸王龙逃走，格雷将目光放在面前那威风凛凛的老虎身上，那双眼睛中满是崇拜，尤其是此刻留下像
向上张望，看着那随风飘舞的白色毛发，再搭配上那神秘的紫色条纹，简直是从神话中走出来的圣兽啊！但更年长的扎克明显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只不过是2个顶级掠食者家打完一架之后决出胜负罢了。他们2个的处境好像还是没有改变的。不过好在那只庞大的白虎仅仅只是瞅了一眼地上的2人，便自顾自地跑向了草场，只留下原地还一脸懵逼的2人。你完全没有在乎那对主角，之前追着他们玩，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个求财玩心大忌。至于现在，他已经没有那个心思了。他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应该是暴虐霸王龙的大屠杀导致的。正好肚子饿了，啃点肉。因为你的存在，没有暴虐霸王龙的追赶，2兄弟成功的回到了围栏里头，并且已经与前来寻找他们的克莱尔与欧文相遇。我们在路上碰到一只白色大老虎，他拿我们当球耍，不过没有伤害我们。那是白色大老虎太厉害了，他击败了一只好奇怪的恐龙。没错，而且那只恐龙有一对好长的爪子，另外它的牙齿比霸王龙都多。看着眼前2个小孩你一言我一语的讲解，克莱尔和欧文相视一眼，他们也明白，应该是在外头溜达的你正好碰上俩小孩，起了玩心，顺便还保护着他们没有被暴虐霸王龙袭击。2人脑海中不由得浮现这样的景象：你正在森林中到处溜达，路上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球，因为猫科动物的天性对它感了兴趣。毕竟欧文担任你饲养员的那段时间，天天看到他喜欢摆弄着自己的皮球，直到因为自己体型太大，皮球太小，逐渐就放弃了。而现在又重新打起了兴趣，很正常。于是他一路尾随玻璃球，直到遇到暴虐霸王龙试图加害那2兄弟，最终挺身而出赶跑对方。恶战结束过后，并未追击，也没有继续待在俩孩子身边，反而是自己走了，很正常，很符合你那温顺又懒的天性。很可惜，你没有直接拿下暴虐霸王龙。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暴虐霸王龙并不是无敌的。我去找维特，叫他过来帮忙，你负责带这俩小孩去安全的地方。好的，没问题。就这样，2人决定好后开始分头行动。毕竟暴虐霸王龙闹出来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大，得赶紧抓住他。不同于人类一方的焦头烂额，此时的你正在美滋滋的享用着眼前的恐龙大餐，反正又不是自己惹的祸，吃就吃嘛。但是看着遍布整个草场的尸体，他不由得埋怨这暴虐霸王龙杀性太重，全给杀了一遍，甚至每一个种类的都能杀出数十只。这家伙已经离开挑战食物链范围的范畴了，反而是杀起性了。不过关自己屁事。接着干饭，扔掉被自己摊掏一空的迷惑龙尸海，你继续向下一头恐龙发起了冲锋，而后面则遍布着7、8头恐龙尸体。你也感觉自己今天有点不对劲，他吃了这么多头恐龙了，怎么还是饿呢？对，也不能说是饿，应该说是那种没有饱的感觉。默默感受到体内那股流动着的暖流，全部又飞向了自己胸膛处的肿瘤。这玩意到底要吸收多少能量？没有在意那些骨头上残留的肉渣，你又扑向了下一个目标。反正肉够吃，吃那么干净干嘛呢？可是很快，原本还在欢快干饭的你，突然听到一阵螺旋桨的声音，抬头一看，发现这是一架直升机从头顶飞过，飞进的方向好像是自己刚刚跟暴虐霸王龙打架的地方。不对，你发现了盲点。他刚想起来，在电影里面好像就是因为西蒙胆大包天开着一架直升机跑去追杀暴虐霸王龙，从而撞进了翼龙区，放出了一大堆翼龙，才把自己给整死了。正因为他的死间接导致了侏罗纪公园的关闭，或者说是被接手。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自己这和平的生活要被打断了，这可不行。吼！你仰天长啸一声，在天空中驾驶着直升机的西蒙也看到了地上的白色身影，看着对方正对着自己吼叫，西蒙下意识的以为对方是在跟自己打招呼，他还友善的挥了挥手，就继续冲向树林了。他要宰了那头给自己添麻烦的野兽。看着位于机身侧翼的加特林机枪，他充满着自信，没有任何碳基生命体可以阻挡现代热武器的威力。视力极佳的你也轻松看到了100米之上西蒙挥舞的手掌，以及他嘴边带着的微笑，感觉就像是在说包赢的。靠，怎么就不听劝了？你一个大老板冲锋陷阵干什么？丢下了手中还剩下的食物，你也迅速冲向森林。他得提前一步找到暴虐霸王龙，最好搞死他，绝对不能让他破坏到自己的美好生活。可惜的是，飞机的速度远超过在地上奔跑的你。很快，西蒙就开着直升机来到了暴君霸王龙上空，身旁的加特林已经开始呼啸，但是看着旁边人的准头，他真想痛骂一声，直接自己上手。除了最开始那几枪打中外，后面全打空了好吗？无奈之下，他只能继续开着直升机继续接近，尽量让对方瞄得更准一些。而就在这样你追我赶之间，又是一道白色的身影从树林中扑了出来，目标直指正在逃窜中的暴虐霸王龙。是你，这一次他也要开始认真了。在听到机枪声响起的一瞬间，你就知道两方碰上面了。于是他提前一步潜伏到了暴虐霸王龙逃跑路线上，并开始了守株待兔。这回他要用老虎的打法了。就在你感知到大地开始颤抖，暴虐霸王龙的身影也逐渐从森林中显现。就在双方的距离不到100米时，你飞扑而出，宛如一颗出膛的炮弹，惊人的爆发力在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甚至为了防止被暴虐霸王龙提前发现，他还开启了光学迷彩以及体温操控，还专门躲在下风口，就是为了这最好的时机。而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上方直升机的暴虐霸王龙完全没有预料到，竟然还有敌人全偷袭自己。哪怕在听到那异常的踏步声时，就知道出问题了。可一切都为时已晚，刹不住车的暴虐霸王龙正好冲到了你的进攻范围之内，奔腾而出的你照已经确认了自己的目标，张口直接咬住了对方粗壮的脖颈，并借助奔跑时最大的冲击力将其掀翻在地。甚至考虑到了对方的过长的前肢，你放倒对方的一瞬间，就迅速变换体位，整个身体紧紧地抱在暴虐霸王龙的背部，嘴巴紧紧贴住对方脆弱的脖颈，宛如一对亲热的情侣。在看到那巨大的白色身影出现的一刻，西蒙赶紧命令手底下人停手，那可是他宝贝啊！暴虐霸王龙是肯定不能用了。那接下来侏罗纪公园的麦头可就是远古生物大战恐龙了。老话说得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为他最珍惜的2个融合产品，对比起你的温顺，暴虐霸王龙完全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也正因此，才衬托出你多么的完美、温顺、听话、聪明，就是吃的有点多。但是跟以上3个比起来，这个点毛病根本不值一提。而感应着自己的脖颈被禁锢得越来越紧，甚至已经难以呼吸的暴虐霸王龙疯狂地挣扎着，双爪不停地试图抓着你的肩膀，就连双腿也在卖力地狂蹬着，想要将死亡的阴影踹开。
开，但很可惜，在你伏击的那一刻起，他就将对手一切的反抗算计好了。在这样的体位下，暴虐霸王龙的任何挣扎，除了消耗自己为数不多的力量外毫无意义，除非他能像章鱼那样只用双手像触手般缠绕网上，但是这个办法要个致命点，手臂不够长啊，而你只需要左右两爪紧紧地固定住暴虐龙的脑袋以及身体即可。毕竟恐龙的腰部力量可远远没有现代哺乳动物强大，一旦倒下，就意味着难以站起。哪怕是以灵巧著称的暴虐霸王龙，也无法违反这一定律。它可不是毫无理智的霸王龙，会坐等对方乖乖站起，然后再进行新的 PK， 口中不停地施加着力量，感受着自己下方生命的逐渐流逝。很快，暴虐霸王龙不动了，但是白羽你没有停下，反而是稍微一松又迅猛出力，只听咔嚓一声，你彻底咬断了对方的喉咙。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在这样的伤势下起死回生。做出这一举动的你并没有太多想法，他并不知道对方是否会装死，而他要做的就是对方绝对的死了。位于上方的西蒙等人看着下方的龙争虎斗终于落下帷幕，这场精彩的战斗，不对，应该说这场精彩的狩猎简直是惊掉他们的下巴。从头到尾，从你的出场到全部结束，总共都不超过3分钟。在这3分钟里，你就上演了一场绝佳的猫科动物捕猎教程。哪怕是他们难以应付的怪物，暴虐霸王龙在遇到同体型下的你，居然输得如此之快。看样子我们这得庆幸，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早已来到监控中心，与克莱尔共同看着大屏幕中的欧文轻轻念叨，他真的无法想象